这个女孩正在吃饭，满满一碗虫子啊！她抓起来狼吞虎咽，吃得太香了。女孩每天早上都会坐在轮椅上，自觉绑住双脚，等士兵端着枪进来，她就面带微笑问候早安。当他们继续捆绑头部和手腕时，女孩还会贴心提醒。好家伙，这被绑的比绑人的更了解流程。像她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每天都这样被绑着来上课，满满当当做了一屋子。数学、历史、化学通通安排上，和普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但你肯定想象不到，这些看似人畜无害的孩子，只要受到一点点气味刺激，就会变成嗜血野兽。是的，他们是一群丧尸儿童，披着人皮，还保持着自我意识，能说话，懂交流，甚至萌生了人类的情感。他们被军队关在这里，只是为了接受观察，记录实验数据，最终找到那个天选丧尸，提取出拯救人类的疫苗。负责给丧尸上课的小美老师一直不忍心看到孩子们像牲口一样被圈养，但周围人反复提醒她，别以为这些东西有人形，就真的有人性了。这天，女孩像往常一样被绑在轮椅上推出来，但士兵们没有带她去教室，而是直接来到了外面。这是女孩第一次看到阳光，她好奇地张望，看到铁丝网外面密密麻麻爬满了丧尸，眼看快要撑不住了。女孩并不知道自己和他们竟然是同一种生物。士兵将她推到了实验室，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大脑标本，上面长满了菌丝。一直负责研究项目的女教授充满希望地看着她，这些天的实验数据已经让她确定，这个女孩就是天选丧尸，也是人类苟活下去的全部希望。教授给女孩注射了一针麻醉剂，然后说了一句对不起。他将女孩放在手术台上，准备开始解剖。小美突然冲进来，拿起武器要救女孩。教授也很纠结，但人类的未来赌不起。他趁小美不注意，弄伤了她的眼睛，让士兵们赶紧将人带出去。手术即将开始，但外面却响起了警报声。原来是丧尸们冲破防护杀进来了。助手立马关闭百叶窗，可他慢了一步，被咬得血肉模糊。教授着急救人，也不小心划伤了右手。他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助手就已经成丧尸了，只能先逃出去了。醒来的小女孩用力够到了手术刀，割断了束缚，跑到外面，然后就看到了一片人间地狱。好在她和丧尸属于同类，没有受到攻击。女孩看到小美老师在挣扎中被士兵打伤了，情急之下兽性爆发，扑上去咬死了2个士兵，而她也昏了过去。混乱中，有人开着卡车来救援，小美赶紧抱着女孩上了车。刚进来就看到了女教授，基地已经彻底沦陷了。这几个人虽然逃出升天，但他们已经暴露在了更广阔的危险中，要活命只能去总部基地寻求庇护。这个女孩被绑在车顶，脸上还戴着透明面罩。今天是她出生后第一次出门。女孩好奇的左看右看，完全没有害怕的感觉。她是一只丧尸，同时也是全人类的希望。大伙正想着把她运到总部提取疫苗，又怕女孩在车厢内大杀四方，只能出此下策。队友们下车打了点水，然后就被一群丧尸围攻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后，车子不小心被损坏了，他们只能徒步前往总部。虽然女孩双手被绑，还戴着面罩，但士兵们都很害怕她，只有小美老师把她当成人来看。穿过森林，越过溪流，众人来到了一处小镇，这里已经被大量丧尸占据了。领队建议去住宅里找找补给，不然撑不到目的地。这些丧尸主要靠嗅觉和听觉去追寻猎物，只要抹上特制的防护膏，慢慢走，别说话，就有机会穿过狮群。大伙蹑手蹑脚走在丧尸中间，他们一动不动，仿佛陷入了沉睡。一个丧尸母亲推着婴儿车漫无目的地走着。教授职业病犯了，他还从来没有看过丧尸有母性行为，不由自主上前查看，没想到惊动了对方。领队赶紧开枪保护他，却惊动了一只又一只丧尸。他们不得已退到了2楼，暂时休养生息。在这难得的清闲时间，女孩好奇地问教授，自己到底是什么生物？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一次，教授没有拒绝回答她，缓缓讲起了丧尸儿童的来历。他们是在某个城市被发现的，明明都是感染严重的丧尸，但又和那些嗜血无脑的同类不同，他们依然能思考，很多行为甚至与人类无异。这些儿童似乎能对丧尸病毒有部分免疫力，所以教授才要把他们带回去研究疫苗。女孩又问，那丧尸婴儿又是从哪里出生的？教授继续回答，他们是在某个妇产医院被发现的，应该是一批孕妇染上病毒后，导致孩子们在胎儿时期也被感染了。丧尸婴儿是靠着母亲的血肉存活的，当士兵发现他们时，孕妇们已经被自己的孩子吃成了空壳。而所谓的丧尸病毒其实是一种真菌，它们缠绕着人脑，控制它们去攻击活物。I don't want to be a hungry. But that's what you are.
be. But I can talk. I'm like you. You're not like anything that's ever existed before. 大伙儿各怀心事睡了一晚上，第二天，领队透过窗户看到整栋楼被团团包围了，肯定是昨天的动静把他们引过来的。为今之计，只有出去找一个活物，把丧尸引走。然而他们只要踏出去一步，就会被尸群撕碎。关键时刻，女孩自告奋勇站出来了。她是丧尸的同类，不会遭到攻击，只有她才能完成这个任务。女孩看到了一只猫，忍不住抽搐起来。她飞奔上前抓住了猫，扯掉面罩，狼吞虎咽撕咬起来。女孩终于吃饱了，这一顿足够她在未来几天内都不会变异伤人。她在一栋居民住宅里又找到了一只狗狗，抱着它回到了队友们藏匿的大楼。丧尸们都被活物的气味吸引了，女孩放下狗狗，她吓得拔腿就跑。我也许不是人，但你是真的狗啊！就这样，附近的丧尸都被引走了。女孩救出了队友，她重新戴上面罩，并且反绑自己的双手。一行人马不停蹄向总部前进。他们在路上发现了很多丧尸的尸体，就像土壤一样，让真菌开花结果，并且形成一颗颗孢子囊，这才是丧尸病毒成熟后的样子。越往前走，孢子囊和藤蔓越多，它们密密麻麻包覆在大楼上，就像一棵参天大树，看得人头皮发麻。教授拾起一颗孢子囊，这里面全是真菌，一旦它们都裂开了，空气中的病毒浓度足以覆灭全人类。教授已经因为伤口恶化感染败血症了，他知道自己的生命所剩不多，必须赶紧从这个女孩身上提取疫苗，因为她就是与真菌共生的完美载体。他们在路上又找到了一台实验车，里面设备齐全，可以支撑她完成手术。为了防止小美再一次来救女孩，教授找到麻醉气体迷晕了众人，一边拖着女孩往里走，一边悲伤的嚎叫。他知道解剖一个有意识的女孩是多么泯灭人性，但为了人类的存活，他必须做这个魔鬼。没想到女孩并未昏迷，因为她根本没有吸入气体，她已经可以靠真菌的代谢来供氧了。呼吸对她来说可有可无，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教授苦口婆心劝女孩自愿牺牲，这样可以救她最爱的小美老师，可以救领队，可以救千千万万的生命。世界已经危在旦夕了，外面数不清的孢子囊虽然表皮坚硬，却对温度和湿度敏感，只要经历一次洪水或者一场火灾，就会在空气中散播大量病毒。疫苗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女孩盯着教授，突然问了一个直击心灵的问题：那我算是活人吗？ You're alive. Then why should it be us who die for you? 女孩头也不回地跑出去了。她找到了爬满孢子囊的大楼，默默点燃了它。熊熊大火不断燃烧，划破了漆黑的夜幕，好像一场祭礼，宣告着人类已经彻底完蛋了。这是一场毁灭，又是一场新生。受伤的领队循着火光赶过来，他绝望地对女孩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It's not over. It's just not yours anymore. 领队掏出手枪递给女孩，希望能送自己一程。他真的不想变成丧尸怪物。镜头一转，已经很多天过去了，女孩重新组建了学校，不仅有当初基地里的同学，还有很多附近找到的丧尸儿童。只是这一次，他们不用再被绑起来了，被限制住的对象成了人类。小美老师躲在实验车里为大家上课，因为外面的空气中正弥漫着病毒真菌。越来越多的藤蔓即将掩盖高楼大厦，地球还是那个地球，只是主宰这个星球的生物就要大换血了。病毒就像是地球的自我调节装置，其实要担忧的从来只有人类自己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独立鱼，记得点赞关注，陪你看电影。